家好，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新的消息，我决定重新做一名学生，学习一门新的语言——意大利语。我为什么要学习一门新的语言呢？大家知道我是一个中文老师，我大概教中文教了8年了。我已经忘了做一个学生是什么样的感觉，因为我总觉得我教给他们，他们应该去理解、去记住。所以呢，我决定重新做学生，学习新的语言，这样可以更理解我的学生，那些学中文的学生。第二个事情呢，在这么长时间的教学过程中，因为我以前是教这种1对1的成人中文，积累了很多的教学方法。最近我也看了一些新的教学方法，所以我想测试一下这些教学方法是不是真的很好用。我把它用在我自己身上，看看效果。第三个呢，是我现在已经工作了，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，我想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应该怎么样学习？每天，比如说我工作，我很累，我想吃点东西，或者说玩手机、看社交媒体，或者和朋友一起出去，我没有时间，所以我想知道这种时间安排是怎么样子的。这对我来说，学习语言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。我可以通过我的方法掌握的话，也许以后可以学习更多的语言，也许可以搬到欧洲工作或者生活。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学习一个语言。我打算怎么学呢？如果看了我的这些视频的话，也会发现我喜欢或者说我最常用的一个方法叫做可理解输入的方法。什么是可理解输入的方法？就是在什么样的水平，你要用什么样的词语或者句子，就不会特别的难。比如，还有呢，就是我不准备去死记生词表，或者是说在花大量的时间去学习语法。以前我学英语的时候，我们学英语是什么样的方式呢？比如说一个单词可能要记上10遍、20遍。比如说这个电脑 computer。然后我就会在那里 compute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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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omputer， 一直在背。有可能你见到它的时候，你知道是 computer， 但是你不会说 this is computer， 因为我们只会记住这个词，但是完全不知道要怎么样表达。所以我觉得语法和词汇很有必要，但是呢，更重要的是，我准备从第一天开口说，然后学习句子和表达。因为我提前做了一些准备，我搜了一些中国人教中国人学意大利语的视频，他们从第1课到第5课或第6课都在讲发音。我觉得发音也很重要，但是我学着学着我就会觉得很无聊，因为我觉得第1课的话，你首先需要去学习怎么样打招呼，简单介绍自己，或者说你的名字，对吧？如果你学中文，在学发音的时候就要学你好，你好吗？你是哪国人？这些学完之后，你就可以出去和别人说话，你就会觉得哇，我今天学了一点有用的，可以用得上的，是不是？还有一些是建立自己的表达库，也就是说，你所学的所有的这些语言，它是围绕自己开始的，从自我介绍到你的爱好、你的工作、你的生活，这样你才会有动力一点一点的学习。以前也用过名字学习跟读，跟读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发音的一个情况。对，发音也是一个挑战，因为在意大利语中有大舌音，而我的舌头是发不出来这个音的。还有一些教学方法，我觉得都非常的好用，所以我想用在我身上。如果后面我发现了一些其他的好用的教学方法呢，也会和大家分享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想重新当一个学生，重新学语言。通过这次实验，让我看一看我教学生的这些方法是不是真的很有效，真的很好用。那就和我一起看作为学生学习一门语言的这种旅程吧，我们一起看一看效果会怎么样。
那我们就下期见喽，拜拜。